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，我是 Sam 群胜。今天要来聊聊从越南的学校到台湾的大学体系，表面看起来只是换个校园，但真的走进去才发现节奏、规则、期待全部都不一样。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段从熟悉到重新适应的转换。掌声欢迎齐云。大家好。好，齐云，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齐云，目前是在越南胡志明市生活，然后担任自由接案的摄影师。OK， 哇，听到自由接案，感觉非常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小的时候就在胡志明市的台北学校读书啊，是，然后大学在台北读书。你读哪间大学？我读国北教。哦，蛮厉害的。你觉得在这样子的学习环境当中啊，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我先说一下在越南的台北学校好了，你觉得你最印象深刻的？印象深刻哦，我觉得应该说那时候我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这样子。其实很多特别的事情都是从其他人或是其他客观的人事物跟我说，我才觉得原来这是特别的这样。就像是说你在学校是念中文嘛，就是读中文，然后一切的系统啊、语言系统、环境都是中文跟台湾人，但是当你踏出校门，就刚踏出那一刻就是越南人，越南系统就是越南语的系统这样子。就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可能上一秒就是刚下课，在课堂里面在上国文课，然后放学刚出去，我们就要买食物，然后你就要说就是搬家种之类的，对，就是我们就要就是和就是当地人就是接触，应该说就是用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。那时候我不觉得特别，应该就觉得这是我们的日常，就是我们觉得很正常，就是你该要这样子。但是后来，然后别人问起我们在分享的时候，人家才会觉得说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，这样子。对，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可能你那时候小时候不会意识到这样子的问题，可是如果现在回想起，其实那段经验其实就让你的视野可以更能打开。你懂吗？就是语言的转换，就是你的在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上面，可能都比别人还要早开始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很酷的。OK， 那时候到台湾生活，你有不适应的点吗？台湾生活不适应吗？我算是适应算还蛮良好的。对，应该说那个适应是说，我觉得是可以调试的。不适应的地方倒是还好。之后有一个就是因为在越南的时候，虽然大家还是会穿球鞋啊，但是偶尔我们的有人还是会穿拖鞋上课。就是也不是拖鞋，是凉鞋，就是会露脚趾的鞋子这样子。但是在台湾应该比较少人，应该说比较少，在我学校比较少人穿露脚趾头的，没错的鞋子，对吧？大家都是穿球鞋，或是说靴子，反正就是要把脚趾头盖起来遮起来。对。但是那时候我有一次，因为我觉得那一天我穿这套衣服，穿露指甲的鞋子比较配，比较好看，然后我就发现那时候我就走在就是校园里面，就是去那个买食物什么这样子学餐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路上真没有一个人是穿露脚趾头的。对，就是完全没有。然后不至于说每个人都投以异样眼光，但是偶尔你会觉得好像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说，好像生活中真的有一些不一样。就是第一次我感受很深刻，因为是直接在当下马上立刻感受到的差异，对，因为生活习惯。对。的确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中学的时候就有规定说，
是不可以穿凉鞋或是拖鞋来学校上课的。对，你不可以穿露出脚趾头的鞋子。因为我们之前在就是台北学校的时候，就只有体育课是规定，就是因为体育是为了就是需求嘛，就是因为你上体育课你踢球还是什么，对，为了安全，对，为了安全考量。但其他的部分，其实师长没有特别说，应该说学校也没有特别说什么，只要你舒适，然后干净整齐就好。然后但干净整齐，可能在有一些人来说，就是你不能露脚趾头这样子。对对对。所以那时候我在越南的学校教课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家都要穿凉鞋来啊？我想说，为什么不？然后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这边没有规定，对，说一定要穿。胡志明市也很热，对，也很热，所以其实也可以理解啦，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是，对。OK， 好，你在台北学校的作业多吗？你们的作业多不多？我一开始没有多寡的想法或概念，因为多寡是比较出来的嘛。然后是后来，或是说我亲戚朋友之类长辈去分享他们家的小孩在台湾的作业量啊，寒暑假的补习啊，什么什么，我还意识到说我们的作业量是非常少。我才意识到我们的作业量是非常少，所以不多。就是跟台湾，可能是跟台湾的学校比起来，对。OK， 那时候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作业多吗？这一点我倒是觉得蛮幸运的，因为我选的系是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 文创的嘛。对，就是应该说比较志同道合一点，就是也算是自己有兴趣的，然后自己也很愿意花时间去做研究，或者是去找资料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倒是没有特别注意到就是量的多寡，但是确实会跟跟原本在越南的相比的话，会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对，会多一点，但是你还是可以适应的了，是 OK， 好。有没有哪方面是你觉得说你在台湾读大学，然后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准备的不够？自己准备的不够，你说课业吗？还是对课业也好，或者是任何？那我还是要再次感谢我的科系，就是比较轻松。应该是说，因为我们的科系比较偏是个人的，也应该怎么讲呢？就是个人的运用为导向的，就是因为也不是什么商科啊，也不是理科啊，或是医学系啊，就是你很重一些基础的，原本从高中就需要培养的，的知识或是技能之类等等，然后我们是刚好有点偏向是说，你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打基础。只是说他的这个系，我认为就是这个系的基础刚好是自我意识。你要能接受，或是说你能够提出更多元的讨论的话，那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帮助你完成作业不被死当，类似这样对的一部分。所以刚好很幸运是说。在这个方面来说，我倒是没有遇到很大的瓶颈，但还是数学很烂。对，我们系还是要上统计学就是必修的东西。对，大家一起烂。OK， 好，没错。那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台北学校在考台湾的大学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般台湾生要考台湾的大学，它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以我的例子来说，我那时候是考试升学的这样子。那时候基本上只要是以侨生的身份去做应该说申请学校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侨生考试的管道，还有就是申请学校，就是你校内成绩还不错啊，然后学校帮你推荐啊之类这种，就是以在校成绩
在讲话的，所以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申请，但是你要前3名啊，你要学霸哦，对，就是成绩比较好的，对。所以其实跟台湾的学生去申请大学，就是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有多出一个侨生考试，就是应该是侨生专属的考试途径这样。然后也要考国文、数学、英语，都要5科都要，就跟其实科目跟学测是一样的，只是说里面出题的方式，还有就是内容，还有就是它评分的基准不一样，类似这样。但是没有加分这件事情，没有加分，对，没有加分，所以可能是就直接考另外一个试。OK， 好，那你在经历过这2种不同的学习环境之后，台湾和越南嘛，你觉得有没有哪一种可以更能帮助你在思考能力上，或者是独立性上是更明显的？我觉得好像2者不可或缺，都不可或缺，对，是，对不对？他们都能帮助你，是，应该是说你就是因为不是说越南还是台湾，而是说您就是因为有不同的，不管你现在是泰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经验，应该是说当你拥有不同的经验的时候，或者是经历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才会成为一种养分吧，这样子，而不是单单因为是某个名词，或是某一个国家的一个经历，就让你与众不同。这样的确是，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取舍，怎么去学习。对，我想不论你的环境是什么，我觉得跟你自身的积极度是有关的。是，其实还有的是你在不同的环境做切换的时候，有时候是你愿意接受的那个韧性，其实有时候是蛮重要的。对 ，OK， 好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。我想，我们在异地求学的人有非常非常多，那像今天的建议就非常非常好。可以给我们这些人，我想每一种学习环境都有它训练人的方式哦。重要的是不是哪一个好，而是你能不能把学到的东西留下来，变成是你自己的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哈狗中文频道，我是群胜，这是齐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